提起路易，人们的第一印象可能是《人民的名义》里刚正不阿的侯局长，但你知道吗？现实里的路易不仅是国内宾利天悦的首位车主，当时落地价妥妥的超过500万，更是坐拥1000万豪宅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路易本身间隙也不多，咋能这么挥金如土呢？原来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路易的老婆鲍雷，最懂投资的家庭主妇，不仅很早就把钱全拿去投资房产，据说还是个隐藏的金融大佬，出资3亿入股投资基金。所以说，路易这小子真是娶到宝了。而老路的这辆宾利天悦有多豪华呢？国内限量55台的 First Edition 版本，6.0升 W12 发动机，匹配8速手动一体变速器，最高时速可以跑到301公里每小时。车内精良的手工缝制座椅与高贵优雅的内饰配色，无不彰显这是辆王者座驾。宾利也是大气，为了感谢首批车主的支持，还额外送了块100年0万表，4舍5入就是不要钱啊。话说老路当时为啥要买宾利呢？因为在劳斯推出库里南之前，天悦就是绝对的豪华 SUV 之巅，吊打一众路虎卡宴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不管宾利在别的品牌面前多么豪横，但在劳斯面前似乎永远是个弟弟。继宾利慕尚之后，劳斯和宾利的定价全线错位。今天宾利天悦的价格区间在300万到400万，并且宾利还有 2.9T V6 飞驰的计划，往200万到300万的价格区间疯狂洽谈。而劳斯即便是最便宜的古斯特，指导价也在473万，就这儿还买不到呢。今年遇到芯片荒，不加点价基本别想入手。可是，在当年，宾利慕尚也是能叫板劳斯的存在。2021款 6.8T EIC 特别版本的指导价在928万，堪称行走的陆地皇宫。即便是最普通的慕尚，一辆车身的打造也需要400个小时的工时，光一个方向盘的缝制就需要熟练工匠5个小时的打磨，豪华程度丝毫不输幻影。可是，为何如此奢华的轿车却最终落得停产落幕的命运？为什么今天的劳斯越卖越贵，而宾利却走起了亲民路线，越来越便宜？关于这些，都还得从宾利屈辱的发展史说起。让我们先把时间调回1919年，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欧文·宾利成立了宾利汽车公司。因为他在一战期间本身就是给军方打工的，改进的铝合金活塞都是直接给飞机引擎用，累积了大量技术和经验，再加上自己以前也玩赛车，是个爱冒险的性格，所以自然想要打造一台马力强劲、重量更轻的性能车。很快就用了2年时间，一台功率85马力、车速最高128公里每小时的汽车便横空出世。你别看这个参数现在不咋地，但在当时绝对是汽车性能的巅峰。一台小小的3升车打破几乎当时所有的耐力和速度记录，被誉为性能车的开山鼻祖。毕竟当时的汽车哪能叫车呢？顶多只能叫是个交通工具。这台车的后续衍生车型也是成功夺下了1927年到1930年连续4年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冠军，从此宾利名扬天下。只可惜还没等宾利平步青云，意外总是来的猝不及防。宾利3升上市售价高达1050英镑，这个价格也许除了巨商复古以外，就没几个人消费得起，所以公司营收情况一直不理想。并且宾利在刚成立的时候，虽然名义账上资金有20万英镑，但实际银行里的钱连2万都不到。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真的是一言难尽，所以等遭遇经济大萧条的时候，直接就给宾利搞懵了。1931年的时候，宾利负债就超过了10万英镑，这在当时已经是笔天文数字了。无奈之下，最终只得以12.5万英镑的价格卖身劳斯，成为旗下的一个子品牌。之后发生的故事绝对是宾利最想花钱删掉的黑历史。对于一个超豪华品牌来说，简直屈辱到不行。在宾利被劳斯买下后，很长段时间里，宾利做的都是劳斯莱斯的翻版车，比如劳斯莱斯 Silver Cloud 和宾利 S 型，明明都是搭载4.9升同款6缸发动机，明明都是通用4速自动变速箱，连内饰也一模一样，但就是车标和发动机罩不同。宾利就是故意卖的比劳斯便宜一点，搞得像是劳斯莱斯的 mini 版本。大家可别小看这招啊，这招分明是杀人还要诛心。顶级品牌卖的就是心智，在消费者眼里，此时的宾利就是要比劳斯低上一等，只有买不起劳斯才会购买更便宜的宾利。同样的手法在宾利 T 系列、Cornus、Kelmar 等车型也有所演绎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，毕竟宾利一开始也是为速度而生，造车的初衷也是做性能车，但归属劳斯后，却开始往豪华轿车的技术树上加点。但又转头一想，那个时代倒闭的超跑品牌多了去了，如果没有劳斯，说不定宾利早就凉了，陨落在时代的洪流之中，哪还有今天的辉煌呢？回到我们的话题，话说在宾利被劳斯收购之后，它后续推出的车型基本都有一股劳斯莱斯味，简称斯味。
后来呀，出于一些特殊原因，劳斯也被英国国防公司 Vegas 集团收购了，宾利也被跟着卖了过去。Vegas 集团的高管还是挺喜欢宾利的，看见宾利父雄呀，有些不乐意了。你小子以前可是做性能车的呀，宾利你得支棱起来呀。1990年之后，集团打算史诗级加强宾利，开始疯狂出新。91年推出 Continental R 双门轿车，92年推出 Brooklands 轿车，这10年几乎是每2年就会推出款新车型。宾利 Asher 也是这段时间推出的全是性能车，并且销量相当的好。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宾利在劳斯旗下最辉煌的10年了。只可惜到了90年代，似乎命运又给宾利开了个玩笑，世界又双若浊，遭遇经济危机了，豪华车销量急速下降，很多历史悠久的老牌英国车企果断选择倒闭。Vegas 集团也是将这2个至尊英国品牌端上了交易的牌桌。这个消息一放出，可让当时汽车界好好热闹了一把。在大车企眼里，虽然这2货已经亏钱很久了，但真的等到经济复苏，豪华车的销量一定会上去，并且如果自己旗下能够有这样的超豪华品牌，说出去就很排面。一时间，大众、宝马甚至戴姆勒都向这2个品牌伸出了收购的橄榄枝。关于这个收购案也很有意思，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下来自己研究。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劳斯归了宝马，宾利给了大众，而没尝到甜头的戴姆勒决定复苏自己旗下的迈巴赫。马云开的那台指导价1070万的黄牌迈巴赫，便是戴姆勒推出用来抗衡宾利大佬的，只是产品力真的太拉胯，没多久就败下阵来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。在劳斯宾利分家之后，这2个水平旗鼓相当的选手转头便成为竞争最激烈的生死冤家。当然得益于大众集团的支持，宾利也很轻松在第1轮竞争中领先。2003年，宾利推出第1款脱离劳斯之后设计的自主车型，这台车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陆 GT， 采用与辉腾同款第1平台，搭载6.0升 W12 发动机，一上市便成为市场的宠儿。有了大众这个好爹，宾利的销量那是蹭蹭蹭的往上涨。05年的时候，全年销量就有3654辆，这个成绩已经很可观了。而到了07年，销量直接翻番，突破了1万台。此时的宾利论赚钱论销量，劳斯已经输太多了。只可惜宾利这个品牌似乎从出生起就一直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加持。在宾利距离巅峰还有1步之遥的时候，一场华尔街的经济海啸席卷全球。08年，宾利的销量直接跌到7600台，09年则萎缩不到5000台，2年时间硬是丢掉1半销量，惨不忍睹。为了对标幻影而生的宾利慕尚，更是销量大跌，压根卖不动。再看劳斯这边，我靠，非常坚挺。劳斯07年的销量是1010台，而08年的销量则是1002辆，基本没啥影响。之后根本不用劳斯做什么，宾利已经自乱手脚。面对销量的腰斩，坐不住的宾利开始不断降价，而劳斯依旧不慌不忙，持续营造自己高端奢华的品牌基调。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看见的一幕，劳斯从此再无竞争对手。在过去的1年，劳斯在中国的销量为1481台，每辆平均成交价妥妥的700万以上。而宾利虽然销量高达3669台，是劳斯的2倍多，但平均成交价却在350万到400万之间，并且这个价格可能持续下探。宾利这样做就不怕动摇自己的品牌根基吗？我想答案应该是不会的。宾利、劳斯早已是汽车工业的巅峰，位居众神殿一般的存在。在大众平台的支持下，宾利有底气压价走量，换取漂亮的销量，这是好事。换言之，或许这条路便是最适合宾利的成功之道。就像当年的玛莎拉蒂和马丁也是分庭抗礼的存在，但玛莎选择向市场妥协，推出更加亲民的下探车型，而隔壁马丁100年的时间硬是能够破产7次。不过要是宾利的价格继续下探，我猜该坐不住的应该是迈巴赫才对。好的，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喜欢这期视频的麻烦给个3连，想听更多有趣好玩的汽车故事，欢迎关注三驱兄弟。